啊，好的 KO。日本拳王来华挑戰，邱建良連轟10幾拳將其幹挺，嚇得裁判趕緊阻攔。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您現在收看的是一場十分有趣的中日對決，我們的坦克邱建良大戰日本拳王長島雄一郎。讓我們閒言少敘，第一回合比賽正式開始。那麼身穿黑色短褲的就是我們的坦克邱建良，而身穿白色短褲的則是日本拳王長島雄一郎。可以看到啊，双方選手表現得很克制，都没有急于出手。我们邱建良大家都很熟悉，拳商极高，是格鬥界的天才导師博士後，就說他这个拳商啊太厲害了。那麼這個長島雄一郎呢很有意思，他是日本的搏擊王者，也是日本的格鬥冠軍。這個日本的柔道啊、拳接觸空手啊、日本拳法可以說是樣樣精通，蟬聯了2屆世界冠軍，擊敗過無數強敵，最終是登頂世界8強。可以看到啊，剛才這一腳也是讓我們的邱建良有一些猝不及防，非常的厲害。哎呦，一個纏鬥，這個長島雄一郎啊，比我們的邱建良要高出來不少，這個臂展優勢很大，我們的邱建良還是要小心一點。他最終是登頂了世界8強嘛，但是日本人酷愛 cosplay 啊，經常是在擂台上以這個搞怪出名，穿一些奇裝異服的。還是要小心啊，不能纏抱，而且是衝進去的時候腦袋不要先朝着對手。我覺得這個對於長島來說應該還好，因為我們現在的規則的執行其實沒有像 Crush 和 K1 就是完全不允許纏抱的這樣。哇，剛才後최良這個後手啊是打着了，哎，但是好像長島沒什麼反應啊。好的，神龍擺尾，我們的邱建良是面對強敵啊，會頻繁使用這一招絕招。那麼長島雄一郎這個反應力其實也是很快，還是多次來過中國啊，那個挑戰過中國的很多知名選手。長島雄一郎自己也表示自己還是蠻喜歡中國的，他覺得中國這個選手啊比日本選手要抗打，而且比較厲害。啊，也不知道一個日本人為什麼要誇我們中國啊，這個中日友誼吧，中日友誼。哇，旋風踢，這個掛到了這個，對，這攻擊範圍還真是夠遠。哎。好，邱建良一個左側的搖臂往裡進。邱建良今天一上來就是把我想打的打出來。哎呦，邱建良這個力量啊，左擺打得非常的兇狠。從力量上來看的話，是要比長島雄一郎要厲害的。又是搖臂進去，左側、右側、左側。啊，這邊長島也是發現了對手這一個進攻的這個企圖啊，你看又是同樣的動作，又躲開了。兩拳後擺，這個我們的建良啊，泰拳出身，也是很多的拳種都學過，尤其是泰拳打得很兇很兇。長島雄一郎可能是也是沒碰見過這麼攻擊慾望強烈的中國選手。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第一回合比賽正式結束，讓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回合比賽雙方給我們帶來的精彩回放。可以看到啊，長島雄一郎是比較喜歡打突進的。但是我們的邱建良呢，無論是進攻防守還是反制，做的都非常的好。這個給長島雄一郎的機會啊，可以說是沒有。那麼讓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回合，長島雄一郎和邱建良能給我們帶來怎麼樣的精彩表現。第二回合，好的，第二回合，邱建良往裡進了，長島開始貼在身上，長島最擅長的這個技術。這個很難得啊，我們的建良一般很少會主動的打突。也是可能看出來了，這個長島在近身方面是弱勢。對，貼死然後進攻。鐵英華很擅長面對這樣的選手。只要你箍我的頸，我就連續打擊把你打開。沒打到。長島這一回合並沒有出太多的進攻啊。前後手，哦，漂亮。連續前近距離的這種勾擺拳的結合啊，邱建良已經確定了自己的戰術，瘋狂貼身。這場比賽啊，這個長島雄一郎打這個後腦可能也是有些多了，裁判一直在攔着。好的低掃。邱建良的這個掛高掃啊，這個很擅長這個。對，剛才平勾，然後得到一個，哎呦，連削帶打。
我们的邱建良也是，哎呀，这个在速度上邱建良确實是太快了。長島看這肌肉類型就不是爆發力的選手，對，是那種粘貼在身上跟你對攻的。我們看又開始了。對，那這邱建良這個功課做的也很多，我就硬頂着你，我用我的體重來頂你。好，點到了。哇，漂亮！神龍擺尾，一個勾腿，直接是把這個長島熊良勾倒了。如果是後腳跟的話，這場比賽可能就結束了。上勾，長島。對，邱建良剛才連續的搖閃之後的近距離的這種進攻啊，很有些拳擊的這種味道。是啊，長島一個左擺打到了。我在邱建良的槍林彈雨裡找到了這麼輸出的這麼一個點。邱建良好的，又是跟對手抱住，這個長島熊良也確實是有一些難啊，在這麼高密度的進攻下，想找我們建良的這個破綻實在是太不容易了。大波漂亮，左擺好的，前手幾個，哇，長島恢復的很快啊。長島現在是完全放棄重心的，全力往前突了。可以看到長島熊一郎已經是完全放開了，就是想直接往裡打我們的邱建良。但是邱建良這種防守做的太嚇人了，基本是不會給長島熊一郎太多機會。我們可以看一下回放，這個邱建良啊，這個防守和反制基本是把長島熊一郎進攻的路給防死了啊。雖然說是比身體優勢來說比這個長島熊一郎差一點，但是攻擊密度擺在這裡，你想往裡打不給你機會也是不可能的。讓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回合雙方選手的精彩表現。一場對戰，對，這兩打得很有戰術性，是可以說在，哎呦，長島熊一郎還是要考慮一下自己這個進攻是否合適，畢竟這種反制的機會不能給我們邱建良太多呀。已經第三回合了，我們的建良也開始發狠了啊！前刺頂開了邱建良，後手打到了，剛才啊被對手打到一個前手啊，因為發力進程長島更長。對，這已經是第三回合了，長島熊一郎必須要用自己更多的進攻，有效的進攻。高掃，哎呦，高掃可惜被這個長島熊一郎頂了一下。這個長島熊一郎還是有自己的可取之處的啊。找時機也不是說找不到，只不過就是我們邱建良防守的太好了。展示的後蹬，後手前手打退了，後手拳漂亮，漂亮，往裡打。可以看到邱建良這一波攻勢如同疾風驟雨一般，這根本是不打算給長島熊一郎任何機會。漂亮，長島熊一郎被直接擊倒，我的天哪，這個不知道是鼻子還是嘴角啊，已經是被幹出鮮血了。好的，裁判示意無法繼續比賽，我們的邱建良獲得本場比賽的勝利。讓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剛才的精彩瞬間啊！在讀秒之前，長島已經是做了挺長時間了，裁判才開始讀秒。沒錯。觀眾朋友們可以看一下我們建良這個打擊密度，真的不是說一般選手能夠做到的，能夠同時具備進攻和防守，天衣無縫。目前來看的話，全國只有我們的邱建良一個人，只有他一個。好的，讓我們來看一下裁判的最終判定結果。宣布比賽結果，比賽結果，紅方勝。讓我們再次恭喜建良獲得本場比賽的勝利。那麼，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感謝您的收看與支持，讓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會是主席萬平洋傳媒董事長張經絡先生為邱建良頒獎。漂亮！伊薩還說不是被擊倒的，是腳下滑倒的，在紙地上。西班牙頂尖拳王
狂言要3天內一個人踢遍中國所有武館，結果他第一個對手就碰到了邱建良，直接被一招神龍擺尾踢出了腦震盪。眼前這個黑衣服小伙子就是來自西班牙的頂尖黑馬拳手伊薩查迪，他如今的職業戰績27場連勝，沒有一次敗過，並且其中有25次 KO 對手，可以說是一位實力非常強勁的黑馬選手，非常有望在我國奪冠。只是這小子來之前，居然目中無人地說要在3天之內踢遍中國所有武館。只不過他不賽前如此囂張，等來到賽場後才發現他的對手居然是邱建良。邱建良在之前的1、2集那是無人能敵，這次來到了次輕量級，着實是把這個伊薩給嚇了一大跳。而這一次，我們邱建良也正式聽聞了這個伊薩的狂言，當即表示我正好有些手癢，不知道被稱為西班牙黑馬選手的你究竟有着多少實力？我們擂台上見真章。好的，觀眾朋友們，比賽第1回合開始，誰都沒有想到，這一次我們邱建良居然把體重提到了次輕量級，當初在羽量級就可以說是無人能敵。這一次就算伊薩也是一個27連勝的選手，但這開局面對邱建良也依然不願意直接硬剛，足以看出我們邱建良的威懾力。全商非常高的一位選手，对，尤其是他在場上靈活的步伐，還有線路的轉變，讓很多的對手啊，真是非常的頭疼。再加上現在他總是喜歡去挑戰自己原本不在的這個級別啊，是，也是讓人看到了他的這個在這個多面發展的多面發展和這個對比賽當中的雄心啊，是。有一句話叫山高人为峰，可能現在站在世界第1的狀態上來說，邱建良最大對手是誰呢？就是自己了。對，我們看啊，這個剛才為大家介紹過，身高臂展有絕對優勢的這個查迪啊，攻擊的範圍和力量都很足。對手想要摔我們邱建良，但這種做法邱建良在羽量級見過許多了，當時出現樣的防水技術就是1頂1的，如今增加1個量級的體重，讓他在防摔的時候會打得更加穩。27勝雙方互相掄拳。25次 KO， 對，這是剛才實際上查迪是想要去摔邱建良，對，但是，要摔邱建良可不容易啊，那可是。現場的觀眾又響起了熱情的為邱建良加油的聲音。哦，漂亮！對手啊，剛才這個高掃啊也是比較的賊，對，所以邱建良還是要小心。因為其實剛才跟大家介紹的是伊薩查迪 KO 率不是很高，是極高。對，27勝當中25次都是 KO。大家看伊薩查迪。好的，這裡大家可以仔細看，這個伊薩在揮拳的時候總是將自身的重心也給揮出去。雖然這樣揮拳力量會很強，但是很容易空拳之後摔倒在地。只能說這個對手經驗還是不怎麼豐富。漂亮！後手直接打，轉身後身。好的，前手把對手打退了，跳膝。哇，直接把對手。對，這個，因為這個伊薩查迪啊，看到對手進攻很猛，所以主動選擇去纏抱。對，邱建良直接把他一個帶摔出去。雙方可以說一個先犯規在先，然後另外一個以犯規來報復。這個屬於這個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這樣一個狀態。好的，第1回合結束，讓我們看一下比賽回放。總的來說，這個伊薩第1回合打得還是非常兇猛，比較激進的。不過整體來看，沒有太多的章法，可能是第一次遇上邱建良，還不太清楚該怎麼應對。那邱建良這第1回合應對的就很好。說不上把玩對手，但也處在他的掌控之中。對於邱建良來說，這場比賽他依然也要頂着一個很大的壓力，因為他排名是世界第1。對，對手跟他打是很佔便宜的，輸了不吃虧，贏了那就是天大的好消息。對。好的，觀眾朋友們，比賽第2回合開始。第1回合，這個伊薩的猛烈進攻在我們邱建良看來可以輕鬆應對，而且也的確使得第1回合在邱建良的掌控之中。但是對手經歷一次交鋒之後，對邱建良有了一定的了解，這第2回合又能打出怎樣的操作？讓我們接着往下看。
一个呢，我們看到了伊薩，他是一個進攻火力非常足的。對，我們可以用。這邊剛才襲擊，邱建良這邊主動選擇纏鬥啊，應該是，被對手打得有些暈了。對，那這裡不得不說，這個伊薩的臂展還有出拳的力道十足，讓邱建良也有些被打得眩暈了。那這個時候，邱建良反應很快，立刻轉變戰術，開始繞邊，這也是一種逐漸恢復的方法。說他這個進攻的非常的犀利的話呢，他這個可以說在場上是用霸王龍來形容，而邱建良在場上更像是一隻迅猛龍。後手擺拳，兩種不同狀態的打法，讓我們來看一看。裁判提醒不要纏抱，邱建良也要打得更警醒一些。對手剛才頂膝啊，威脅很大。漂亮！直接踢到了，對了，非常漂亮，直接踢到了對手的支撐腿。你看這個伊薩起身的時候還有點猛，還在想剛才這一腳是怎麼踢到的，怎麼瞬間就倒了。不得不說，這就是我們世界第一邱建良的實力。戰術是一個問題，但是對於邱建良來說，現在呢，在場上我們看到應對的方式還是非常的科學的。轉身後漂亮！伊薩還說不是被踢倒的，是腳下滑倒的，在紙地上。但是我們從現在看，地上沒有任何的水分。對。那麼剛才那一下，伊薩之所以摔倒，其實大家都能看出來是邱建良的全力一腳力道十足，而這個伊薩始終認為自己接下來這招了，只不過是因為腳底打滑才摔倒的，這多少就有些嘴硬的成分在裡面了。審美的變化，好的，漂亮！抽白。轉身，兩個人打得太漂亮。邱建良今天是遇到了一個火力很猛的選手，所以他也把自己的火力完全發揮出來。哇！那這裡這個伊薩又是將自身的重心轉移了，所以才被邱建良反手一推，直接推倒。如今已經被連續多次擊倒了。轉身的這種動作。從視覺畫面上，還是現場觀看上，都是非常有視覺衝擊力的。裁判再次提醒伊薩不要纏抱，兩人換正蹬。對，說實話，這個纏抱他已經是吃了好幾次虧了。對，被邱建良帶摔出過擂台一次，然後另外被連續這個掃支撐腿，然後又摔倒過幾次。好的，觀眾朋友們，第二回合也結束了，讓我們看一下比賽的精彩回放吧。邱建良在這一回合裡打出了非常精彩的操作，對手也是向眾人展示了自己的火力，能看出來是一個很有實力的小伙子，只是跟邱建良比還是差了不少。這一回合也是多次被擊倒，是踢到了太陽穴的位置，加上這個前面的頭蓋骨。是。三回合，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比賽來到了第三回合，前兩個回合兩個人打的就火藥味十足，所以這第三回合剛上場，兩個人就準備開始正面硬剛。那放在以往來看，這種情況的確是比較少見的。護頭的這一下還是非常的機敏，是防守報價非常的穩健，高掃，剛才是連續中掃之後啊，來欺騙一下對手，直接換了高掃，但是伊薩的防守也是很嚴謹。是。我們看邱建良呢，在場上的在進攻的時候呢，有很多的這種動作，包括眼神去迷惑對方。伊薩呢抱怨幾句，但是你去纏抱對手，對手來打你，那有什麼辦法呢？是。裁判又次提醒，第二次，對，不要纏抱。這裡裁判第二次提醒，不要纏抱。有些選手在比賽過程中，如果發現自己有可能打不過對手的時候，就會直接抱住對面，這會有效地阻止對手的繼續進攻。但是不能一直抱着，而且像這種纏抱，這場比賽的規則更加不允許。跳膝擠到了繩腳，連續輸出。哇，伊薩還沒有從這個繩圈出來，所以說。你也不用覺得伊薩狼狽，因為他面對的是誰呢？
是世界第一邱建良。对，尽管邱建良不在自己熟悉的这个体重级別，但是依舊打得非常的有霸氣。剛才上勾打中，伊薩眼神一度有所渙散。是。哦，又掃支撐腿，在倒地之前被。那這裡邱建良又是掃到了對手的支撐腿，該怎麼說這個伊薩就是不長記性。這比賽打到現在，他已經被邱建良多次擊倒在地，就是不找自己的原因。哦，直接擊倒了，直接擊倒了，是一個前手的平勾。我們看腳下已經發軟了，站立，好勉強站起來，繼續。邱建良應該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把對手擠到了繩腳邊，好的，還在往裡猛攻，連續的前伊薩要反擊，否則裁判會叫停比賽的。現場的觀眾朋友已經沸騰了。好手！哇，伊薩這個頑強的支撐能力啊！之前我們說他是4人賽之王，這場比賽果然看出了他這個非常頑強的這種對抗的精神。再來踢支撐腿。後手又一次被擊倒，裁判覺得這是被推倒的，所以沒有讀秒。是，但是伊薩你看起來就是因為他的這個前腿啊，被連續的這個擊打之後，顯得非常的難以支撐。好的，觀眾朋友們，比賽打到現在，我這第3回合也是結束了。那麼來看一下這場比賽的回放吧。看這邊，伊薩實際上進攻火力很猛，特別是第1回合的時候。邱建良在第2回合甚至有一度被對手襲擊、重擊，差一點這個倒地的情況。非常棒。下面宣布比賽結果：1號裁判員30比26，2號裁判員30比26，3號裁判員30比26。比賽結果，紅方勝。好的，非常漂亮。恭喜邱建良獲得本場比賽勝利。邱建良在今天的這場比賽中發揮得非常好，打得非常霸氣。雖然是第一次進入這個2級，但依然將整場比賽的節奏掌握在自己手中。那麼視頻到這裡即將結束了，感謝大家的觀看，我們下期視頻再見。日本人花重金雇傭拳王挑戰邱建良，結果慘遭邱建良數記神龍擺尾，差點被廢。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您現在收看的是一場十分激烈的中日對局，我們的中國拳王邱建良大戰日本拳王小宮遊紀博。好的，可以看到雙方選手已經入場，那麼我們閒言少敘，第1回合比賽馬上開始。好的，我們可以看到身穿綠色短褲的就是日本拳王小宮遊紀博，而身穿黑色短褲的就是我們的中國拳王邱建良。那麼雙方也是進入了一個試探階段，這場比賽也十分的有意思。這個小宮遊紀博呢，跟我們的邱建良本身是不會打這場比賽的。哎呦，可以看到我們邱建良上來這一腳啊，高掃差點給小宮遊紀博打懵。我們的邱建良果然是啊，不論什麼時候抓到機會就是一個狠攻。這個小宮遊紀博呀，是日本花了3000萬日元，據說請他過來跟邱建良比賽的。這日本人覺得邱建良太厲害了，就必須得請一個差不多的拳王。不過我覺得他們對於這個差不多這個詞兒可能有一些誤解。可以看到小宮遊紀博這個下盤很虛，哎呦，這個進攻速度也很慢吶。好的，可以看到我們的建良這個狀態很輕鬆啊。看來對於這個小宮遊紀博也是沒有放在心裡。哎呦，進入一個纏鬥，不過很快被裁判分開了。這個我們在戰略上啊藐視對手，在這個戰術上要重視對手，這也是我們邱建良一直秉承的一個信念。でバックスピンもできるし、蹴りも綺麗にできてるし、で距離の取り方もうまいので、さっき中村さんが言ったように。那麼這位小宮遊紀博啊，也是一個比較穩的選手啊，慢熱型選手，打起來也是一步一步的。據說我們的邱建良在得知這個日本花3000萬請他過來跟自己打比賽之後，也是在網上這個吐槽這個事兒，就說這個日本官方算是白花這個錢了。
いや、佐伯さん、これ、面白くまた強いっていうの伝わりますね。そうですね。蹴りがやっぱり豪快で怖いですね。はい。ただ小宮選手はすごい。这个小宫游纪博也是发现自己跟邱建良如果保持一个太远的距离的话，自己很吃亏啊，也是尽可能的跟我们的邱建良压缩这个对拼距离。そうですね。哎呦，很迅猛的一套组合拳。但是我们的建良防守很不錯啊，也是不是很擔心這個事情啊。ただフィジカル強いんでガードがねなかなか突破口開けないと思うんで足崩してボディかなと思います。はい。小比巻さん、小宮はその一発でというタイプでは確かにありませんよね。このロイですね。コツコツ当てていっていいですよ。まあでもここまではそんなにこうシュウジェンリャンのこうパワーとか攻撃力を受けずにうまく、距離取りながら戦えて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ね。哎呦，又是一记神龙摆尾，直接是将这个小宫游纪博擊倒。可以看到我們邱建良有一點兒受不了這種慢節奏了，想直接 KO 這個小宮游紀博。不過這個小宮游紀博啊，抗擊打能力還不錯。可能後期還是要注意一下，他這個頭部可能是他的弱勢。那麼親愛的觀眾朋友們，第一回合比賽正式結束。讓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回合雙方選手的精彩表現。可以看到第二回合我們的邱建良依舊保持了一個很高的戰鬥慾望。哎呦，這個小宮游紀博還是要注意一下自己這個下盤啊，頭部下盤這上下兩個地方都不穩吶。これも低い駒のように回る。さらに左フック、これは頭へ。ちょっとこれてるんで。佐伯さん、ちょっとこれ刀振り回してるかのようですね。本当にさっきのダウンを見ても本当に衝撃だったので、気をつけたいですよねあれ。今夜も慎重に近づいてまいります。哎呦，朋友們，這已經是不知道第幾回神龍擺尾了。我們邱建良可以看到啊，變招很快踢一擊不中，馬上改成了高掛。這個從氣勢上來講，已經完全壓制住了這個小宮游紀博。可以看到小宮游紀博也是有一些懵啊。多分ダメージあると思いますよ今の。昔ハッサン・カスリオイっていうトルコの選手はい強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あんな感じですよね。そうですね。回転技数多く出していましたね。うわ、飛び膝も。いや、すぐ前に出てくるボディ打ち、チュウジェンリャンです。ミドルにはミドルで。今のミドルも普通に重いです。ちょっと体流れましたからね、受けて。膝もあります。飛び膝から。バックスピンはこれキックですね。中村さん、ちょっとこうブローも出しているような。いや、武器が豊富です。可以看到小宮游紀博的戰術調整也非常不錯，開始跟我們的建良打一個纏鬥，一個近距離的對拼，但是目前來看效果不大。溶かしてんですよね。あれやられるとね、前に出にくいっていうか嫌がらせですよね。足払い気味のローズ。はい。中村さん、小宮はもう日本が哟，好的，漂亮！一記神龍擺尾接一記重擺。可以看到小宮游紀博這個狀態很不好啊，這個鼻血已經被打出來了。那麼台北也是來看一下小宮游紀博的狀態。不得不說啊，小宮游紀博抗擊打能力很不錯，這個體能池也很深啊，也確實不愧日本拳王這稱號。出さなそうなスタイルなのに出してうまいっていうのが怖いっていうところですよね。またさらにこれ相手によっていろいろスタイル変えられるそうですね。で一発一発も重いですからね。このローを探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これ対角線でねまた後ろ回し蹴り蹴ろ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よね。うわもう狙ってるんですねここで。那麼根據賽前資料顯示，這一場比賽之前，我們的邱建良呢也是受傷了啊，腿部受了一些傷啊。目前這場比賽也是帶傷出戰，這個帶傷出戰還能打得這麼兇猛啊！我們的邱建良也確實是厲害，而且頻繁的使用自己的絕招神龍擺尾。これもいやらしいいい意味で、やっぱローケってね前足殺しといた方がいいですよ。飛び込んでくる。そしてインファイトか頭を下げてのパンチ。怖い。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第二回合比賽正式結束。
這個第二回合啊，我们的邱建良也是保持了以往的优秀状态，面对这个小宫佑纪博，保持了一个很高的进攻欲望。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第3回合，我们的邱建良能不能 KO 这個小宮佑紀博。小宮幸宏に対してはチュウ・ジェンリャン赤いグローブです。もっと蹴らないと。もっと蹴る。さあ左ミドル。先手は打たせまいと手数足。小宮に1つ与えられています。中村さん、この第3ラウンドどうご覧になってますか？そうですね、小宮選手がね、どう戦うのかっていうと、左ファイ。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ただね、パンチ勝負になってもチュウ・ジェンリャン。面对邱建良，小宮佑紀博還是保持了一個游走的狀態，但是這次我們的邱建良不打算放過他了，一直是持續的跟進。パーとかもうまいんですよ。鋭い。今も左打ち込んでるんですね。接近戦のね、テクニックだったり、細かいああいう技術は小宮選手の方が勝るか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けど、今この3ラウンドだけ見てるとチュウ・ジェンリャンの方が、スペース作ってパンチを打つ技術は上ですね。またこれ警告が与えられてしまいましたね、小宮に。右ナンパーですよね。徐々に行く先を狭められて。第3回合的戰術調整，小宮佑紀博做的還是不錯的啊，知道自己可能是還是得跟邱建良打一個持久戰，盡可能的纏鬥。こういう歩幅が広い選手っていうのはローが絶対に当たりやすいし、見た感じローが絶対。哎呦，漂亮！這麼近距離的神龍擺尾，我是真沒有想到邱建良能施展出來啊！不愧是我們的邱建良啊！不過小宮佑紀博在第3回合還能保持着這種體能，這種防禦力確實是罕有。小宮選手がこんなにブレブレになるっていうのは相当チュウ選手のパワーすごいですよね。パワーにテクニックも。小宮選手相手にね、ああやって押し負けないっていうか、そこでバックフローもある。ああいうところで削り勝つスタイルですからね。それが左も速い。削るまでいかないんですね。その最初の一歩、なかなか小宮言い出すことができないままに残り40秒です。さあ今度はホールディング。這個我們邱建良狀態非常不錯啊，都已經打笑了。日本裁判，這個日本擂台的規則啊，跟我們國內的拳壇規則是有很多的地方是不一樣的。所以說邱建良也是打得有一些束手束腳了。ボディコントロール。そうですね。接近してからのローに対する膝とかかかと蹴りとか欲しいですね。出させませんか、チュウ・ジェンリャン。残り15秒を切っています。好的，距離本回合比賽還有10秒左右，讓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邱建良能不能在這10秒之內 KO 這個小宮佑紀博。哎呦，真是可惜了啊！我們邱建良還是沒能擊倒這個小宮佑紀博。我們來看一下裁判的最終判定結果。那麼這場比賽確實是非常的精彩啊，可以說是拳拳到肉。我們的邱建良保持着以往的高水準狀態進行了這場比賽，那麼相信各位觀眾看的也是熱血沸騰啊！好的，讓我們恭喜我們的邱建良獲得本場比賽的勝利。那麼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感謝您的收看與支持，讓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小宮幸宏にほとんど何もさせず判定勝ち完勝です。